魏无羡有些好笑，自己不过就是想找一个人陪陪而已，这么还自己起了别样的心思。魏无羡刚想说什么，蓝忘机就直接压了过来。魏无羡一愣，连忙就要去推他。蓝忘机淡声道：“不。”魏无羡没反应过来蓝忘机说的什么意思，但是他没想到是这样的发展，问道：“不是，你想干什么？”蓝忘机微微的低下头，看了一眼魏无羡的眼睛，忽然就在魏无羡微微红肿的嘴唇上亲了一下，有些干燥。他贴着魏无羡的唇轻声道：“你太聪明了，什么都能猜得到。”事情发展的太过于突然，导致魏无羡都忘了拒绝他，居然真的让蓝忘机亲了他。蓝忘机把魏无羡压在身下，但是丝毫不越界。他说：“别这样，我能照顾你，我也可以一直陪你。”魏无羡知道现在自己推不开他，就也不反抗了，神色带着些调笑：“怎么陪着我？陪着我上班，陪着我吃饭，还是晚上陪着我夜夜笙歌？”说到最后，那语气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些坏。蓝忘机听到最后，耳朵微微发红，他轻声说：“我都可以，我可以。”说着又怕魏无羡不相信，直接就把他从床上抱了起来，十分的轻而易举。魏无羡吓了一跳，身体忽然悬空，让魏无羡整个人的重心失调，只能依靠在蓝忘机的身上，恼怒道：“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”更让他惊讶的是，魏无羡他好歹也是一个成年人，这个比他小的蓝忘机的居然能如此轻松的把他抱起来。蓝忘机心里想到，反正魏无羡什么都知道了，那干脆直接说开了，他可以给魏无羡做承诺，只要他能做到的，他绝对不会食言。说到底就是破罐子破摔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有些惊慌的样子，他还把他往上颠了一下，吓得魏无羡连忙抱住了蓝忘机的脖子。“我警告你，快点把我放下来！”蓝忘机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就把魏无羡放在了床上，然后伸出手给魏无羡揉着酸疼的腰。魏无羡现在没力气和蓝忘机闹，脾气就好像打在了棉花上面。酸痛的腰好了一些，魏无羡也不想和蓝忘机说那么多了。蓝忘机声音又轻又坚定：“考虑一下吧，魏婴，你相信我可以。”魏无羡听到蓝忘机的喊他的名字，心里忽然心悸了一下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他推不动蓝忘机：“别闹了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比我小的，你是不是没听懂？”蓝忘机神色不变：“我比你小是真的，但是我可以照顾好你。”语气十分的坚定。魏无羡一愣，张了张嘴，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蓝忘机又说了句：“我们试试看。”魏无羡看着厨房里面正在忙碌的身影，慢慢的收回了目光。他喝了口水，神色还有些懊恼，想起2个小时前自己的回答，心里有些后悔。但是他看见了蓝忘机听到他说行的时候，从刚开始的不可置信到欣喜，魏无羡看得一清二楚。原本就冷冰冰的人，嘴角忽然淡淡的笑了一声，好似冰山一角融化一般，好看的要人眼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蓝忘机真的把魏无羡照顾得很好，每天回来家里都有做好的饭，而且不管魏无羡加班到多晚，只要他回来了，家里的那一盏暖灯永远都是为他开的。晚上蓝忘机会抱着他睡，少年温度高，被窝里面暖乎乎的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在温暖的被窝里面醒过来，然后蓝忘机就会给他端过来一杯热豆浆，胃里一天都是暖和的。魏无羡第一次萌出了一个念头，他想和蓝湛永远在一起。在蓝忘机的照顾下，魏无羡不但胃病好了很多，烟瘾也很少犯了。魏无羡喝着酸奶，看着家里打理的一切，才恍惚否决的蓝湛真的兑换了他的承诺。少年一言九鼎，从来不是说着玩玩。魏无羡今天下班早，比平时早下班了2个小时，他一回到家正好看见蓝忘机准备出门。蓝忘机看见他那双浅色的眼睛闪过一丝惊喜，他说：“怎么回来了？”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歪着头笑了一下：“公司今天没事，我就下班回来了，你要出门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出门买菜，看看有没有新鲜的鱼，给你买1条回来做酸辣鱼，我新学的。”魏无羡笑了，看着自己的西装，说道：“等5分钟，我换个衣服，你带我一起去超市怎么样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外面冷，你在家等我回来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穿厚些。”蓝忘机拗不过魏无羡，
只能让他换了衣服和自己一起去了超市。超市里面很热闹，人也不少。蓝忘机一路拉着魏无羡，以防他走丢了。他快速地买了几个菜和一条新鲜的鱼。魏无羡从来没有来过超市，家里的菜又不用他买。蓝忘机问他，吃零食吗？我带你去买一些。魏无羡点了点头。蓝忘机就带着魏无羡去了零食区，买了一些小零食，还买了好多的面包。面包卖相十分的好看，味道也不错。多买一些以后，魏无羡要是不想吃早饭了，可以吃一些面包。魏无羡问他，你怎么买这么多面包？蓝忘机捏了一下魏无羡的手，他说，免得你不吃早饭。魏无羡一听，眉眼带着笑，带着一些无可奈何，但是又乐在其中。走吧，我饿了，回家做饭去呀。回家两个字听着就让人心里舒坦和温暖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说道，走了。魏无羡抿着嘴轻轻地笑了一下，他也喜欢回家。过了11月，夜里的天气已经很凉了，不知不觉他和蓝忘机已经在一起快3个月了。蓝忘机不得不说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，但是越到最后魏无羡就越是惶恐。他原本就是和蓝忘机在一起一段时间，因为他觉得小孩子嘛，不懂心里到底是什么，喜欢还是爱，所以魏无羡就当是玩玩了。但是到最后他发现蓝湛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所以这让魏无羡有些慌了。难道真的要和蓝湛在一起一辈子吗？一辈子太长了。更何况就算他们决定在一起了，那蓝忘机家里面呢？那要怎么办？他还小呢，他的大学还没念完。而且蓝忘机家里就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魏无羡坐在床上，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声音，蓝湛在洗澡。魏无羡挡不住困意，盖着被子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睡着之前，他决定明天找蓝曦臣谈一谈。蓝忘机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床上面的一团，魏无羡睡觉就喜欢把头蒙起来了睡，但是他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，蓝忘机给他开了电热毯，还灌了暖手宝，手脚才热乎起来。他熟练地钻进被窝，把魏无羡抱在怀里，暖烘烘的。他轻声说道，魏婴，晚安。第二天一早上班，魏无羡就约了蓝氏集团的现任总裁蓝曦臣。蓝氏集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。蓝曦臣到的时候，魏无羡刚和蓝忘机发完了信息。蓝忘机问他中午回不回来吃饭，魏无羡说不回了。但是你会见到你哥哥。魏无羡抬头看见了蓝曦臣，笑了笑说道，蓝总好，请坐。蓝曦臣眉眼带着温柔的笑，开门见山的说道，不知魏总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魏无羡说道，你今天中午有空吗？把你弟弟接回家去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魏无羡感觉心里一阵一阵抽痛，难受的他轻轻皱了皱眉头。蓝曦臣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问道，怎么了？魏无羡一想到蓝忘机会永远离开他，他就心里不舒服，太难受了，但是他又不能和他在一起，他还有大好的前途。